中国向乌克兰派出事务代表，中乌双赢合作，说到做到。大家好，我是吕哲。记得在4月底，泽连斯基就打通了北京的电话，也关于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表达了积极的观点和态度。这不，5月份一到，中国迅速做出回应，表示5月中旬派出欧亚事务代表前往乌克兰、俄罗斯等5国进行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沟通。这其实也表达了中国不会在国际冲突问题上做趁机牟利的勾当。中国此举可以说是光明磊落。就俄乌冲突而言，只能是用对话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俄乌两军正处于僵持不下的阶段，谁也没有在战场上占得较大的便宜，反倒是战斗人员的伤亡一天天的增加，两国的经济发展也是陷入停滞状态，更是伤了国民的心。战争持续1年多，别说乌克兰老百姓受苦，就连国家政府也没有捡到一丝一毫的便宜。打仗要钱要装备吧，乌克兰四面受挫，就连唯一的黑海出海口也被围得里3层外3层。谈经济发展，等于是把乌克兰架到火架上烤啊！而军事装备呢，更是乌克兰政府的心头恨。美欧西方国家援助的武器装备被动了大的手脚，咱就不提了。但是呢，自己军事装备受制于人的尴尬处境，乌克兰人他不是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所以美欧西方国家的这个武器那说买还是得买，不然美国人的战争财从哪儿发呢？也就是说乌克兰从美国得来的资金买美国人的武器，钱最后还是流到了美国的腰包。乌克兰他是一分也没赚到，平民还要白白送到战场上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血债乌克兰可是世世代代得记了下来。相比于美国人到处搞对立挑事儿，中国外交可是信誉度极高，搞合作我们不掺一点水分。比如我们和非洲、东南亚的合作就是几万亿美元的投入做铺垫，双赢的政治局面可比美国搞分裂主义外交不知道高多少个档次了。当然了，搞双赢合作我们也不像美国美其名曰打着合作的旗号给对方强取豪夺。那么我们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摆在台面上给你看，以乌克兰的国土面积，重建工作任务是比较繁重的，但是呢，中乌两国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总会有收获的一天。要知道，乌克兰的粮食和矿产可是排在世界前列的。比如说，用我们的基建项目换乌克兰的农产品贸易，以解决中国的农业困局；或者说，我们的5G 信息技术投入，为乌克兰的城市重建添砖加瓦。最后呢，与乌克兰合作开发矿产和港口资源，为两国的政治互信打下坚实的基础等等。总之，中国的双赢合作理念是乌克兰值得信赖的。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